逆天了，人人都骂苹果，但是人人都抢苹果。iPhone 17这次首发预售太恐怖了，官网崩盘进不去，各大线上渠道1秒钟抢完。不得不说，苹果今年的升级力度是真的大，大家都争着抢。今天小米在网上又炸了呀小米16改名小米17，我的天呐，全网都在干小米。今天的主题就是吃饭睡觉干小米。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袁成。逆天了，一边是 iPhone 17首发预售1秒抢光，官网卡死，京东天猫全线断货；另外一边，小米突然跳过16，直接推出小米17系列。雷军和卢伟冰双双下场高调官宣，喊出要全面对标 iPhone 17。结果怎样？苹果热销到一机难求，小米却因改名登上热搜，引爆群嘲。有人冷嘲热讽，不如直接出小米25，一下子碾压苹果数字。有人更直白，改名不是自信，是焦虑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一边是真金白银的抢不到，一边是靠数字蹭热度的对标口号。这场高端大战究竟谁更有底气？9月12号晚上8点，苹果 iPhone 17系列在中国正式开启预售，引发抢购狂潮。据报道，各大渠道几乎开售瞬间被抢购一空，苹果官网一度卡死无法进入，京东平台开售1分钟后，所有机型就显示无货。天猫旗舰店 iPhone 17和 iPhone 17 Pro Max 2分钟内宣告已经卖光，众多网友感叹根本抢不到。苹果官网崩溃更是登上微博热搜，可见 iPhone 17在中国市场出现了一机难求的盛况。这种现象和去年相比有增无减，甚至有网友调侃，今年比去年难抢多了，官网发货已经排到10月份。渠道补贴助推销量，不仅苹果官方渠道火爆，非常规电商平台也推波助澜。拼多多在新品发售同步上线100亿补贴，iPhone 17系列新品全线直降1000元，券后起售价仅4999元人民币。例如，原价约5999元的标准版 iPhone 17，通过补贴券4999元就可入手。这种大幅让利进一步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，一些用户守候补贴券秒杀。虽然相关优惠需要准点抢券，但低到4999元的诱人价格，使得新品在拼多多平台同样瞬间售罄。可见，苹果强大的号召力叠加渠道价格刺激，让 iPhone 17在中国市场呈现供不应求的火热局面。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，天天刷牙2-3次，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，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，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。从早到晚盯着屏幕6到8小时，感觉干涩、酸胀、畏光、眼压紧绷，你是不是也这样？我劝大家，眼睛越早护理越好，越省心。那我要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，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，贴上去大概3分钟，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。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，贴上去清清凉凉的，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，维持泪膜滋润。有86%的人反馈使用之后都更放松、更滋润。如果呢你是日常保养，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。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或最近用眼很多，可以增加使用频率，白天用2到4片，分时短贴，晚上6片连贴6到8小时，睡一觉就好了。这个眼贴在工作睡觉时都可以用，我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，一开始会流泪，试用之后就可以了。用完撕下来不扯皮，妆也不花，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。需要的朋友就点下方的链接，输入我的优惠码大时局，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。就在苹果新品热销之际，国内手机厂商小米的一则操作引发轩然大波。小米突然宣布跳过原定的小米16，直接推出小米17系列，声称要全面对标 iPhone 17。9月15号，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和董事长雷军先后在微博官宣这一决定，
强调此次改名和提前发布是小米数字系列史上最重大跃迁，要和苹果同代同级正面竞争。这一高调表态迅速登上热搜，遭到大量犀利吐槽。网友普遍认为小米底气不足，有网友质疑，干嘛非要标榜跟苹果对打，改名叫小米18算了，比苹果数字更大不就赢了？也有网友嘲讽，逆天了，你们这样改，不如直接出小米25系列，何必搞得像在蹭苹果热度一样？无语。甚至有人直言，突然改名真无语，说到底还是不自信。虽然也有少数米粉辩解，苹果当年也没出 iPhone 9，一样跳号，但主流评价认为，小米此举是在蹭苹果热度，显得底气不足。可以说，消费者的集体吐槽折射出小米品牌当前的尴尬处境和认知差距。事实上，小米和苹果对标的故事由来已久。回顾小米的发展史，不难发现模仿苹果的痕迹。创业初期，雷军身穿黑色 T 恤牛仔裤登台发布新品，被媒体称作雷布斯，向乔布斯致敬。MIUI 系统界面早年对标 iOS 的简洁风格，小米手机的外观设计多次产品命名上也出现过向苹果看齐的举动，例如跳过小米7，直接发布8周年纪念款小米8。可以说，对标苹果几乎一直贯穿在小米的产品基因中，就连官方层面也从来没有避讳这一点。小米董事长雷军2022年曾经公开表示，小米已经成立高端战略工作组，产品和体验要全面对标 iPhone， 力争3年内拿下国产高端手机市场份额第一。他甚至说，进军高端是小米的生死之战，未来5年将投入1000亿元研发经费来支撑这一目标。然而，小米在向苹果看齐的过程中，也暴露出战略上的尴尬，口口声声说要向最伟大的对手学习，但实际动作确实简单粗暴的拿来主义，陷入抄袭嫌疑。当苹果取消 3.5 毫米耳机孔，小米很快跟进取消。苹果推出刘海屏，安卓阵营包括小米也纷纷效仿。小米高层常年熬夜观看苹果发布会，第一时间点赞苹果新机，这种亦步亦趋的姿态让部分消费者产生反感，指责小米缺乏原创精神和自我路线。此次跳号改名更被视作是苹果依赖症的集中爆发。小米仿佛担心旗舰机编号落后于苹果，会在气势上矮一截，于是干脆通过数字游戏来制造同代感。但这种急于贴靠苹果的做法，恰恰反映出小米在高端道路上的焦虑。正如一位网友所言，能不能按照自己的节奏迭代产品，老是跟在人家后面模仿，难怪让人觉得不自信。小米喊出全面对标苹果的口号，暴露的另一个问题是品牌定位的撕裂。在许多国内消费者心中，小米长期以来的形象是性价比代名词，以较低利润打造高配置产品，服务大众市场。这一品牌烙印，一方面为小米赢得了出货量，但另一方面也使其冲击高端时面临固有观念障碍。当小米尝试推出定价超过5000元的旗舰产品时，例如 Ultra 系列，不少消费者惯性的质疑，花这么多钱为啥不买苹果、华为？这说明小米过去成功的大众品牌形象，反而成为向高端转型时的包袱。此次小米17系列提前发布，并号称跨代升级，固然显示了官方试图树立高端旗舰形象的雄心，但舆论热议的焦点却放在了名字噱头而非产品本身上。这种反差恰恰体现出小米在品牌建设上依然存在定位模糊、形象矛盾的问题，到底是坚持极致性价比，还是踏实做高端精品？当下的小米似乎两头都想抓，但却导致用户认知混乱，既未能打动高端用户，也在消磨原本的忠实米粉。苹果和小米在这次事件中截然不同的舆论反响，生动诠释了两家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差距。在微博、知乎等平台 ，iPhone 17相关话题下，充斥着的是真金白银的热情。不少网友晒出自己的预购经历，有人半夜爬起来刷官网，只为抢首发机型；有人在苹果店门口排队守候，只为成为第一批拿到新机的用户。尽管发布前有质疑声称
这一代创新不大，外观见仁见智。但当看到标准版升级120赫兹高刷屏，加量不加价，存储翻倍时，舆论口风明显转变。不少人感叹，苹果这次不再挤牙膏，点赞这代升级诚意十足。甚至连小米总裁卢伟冰本人也在凌晨观看完苹果发布会后发文说 ，iPhone 17标准版很强，牙膏挤爆了，连竞争对手都给予肯定，可见消费者对 iPhone 17升级幅度的认可度之高。苹果官宣不涨价的策略更是博得好感，一些网友直呼果味回来了。由此可见，苹果在社交舆论场收获的主流评价是正面的、兴奋的。即便偶有抱怨库存不足、购买太难，但这本身更反映出品牌的热度，使得买不到已经成了一种带货的口碑。相比苹果的真香，小米这边的舆论则复杂得多。在宣布跳号改名之初，确实吸引了大量关注，一度登上热搜首位。部分米粉对此表示期待，认为命名对齐苹果代表了小米高端战略的信心。然而，很快质疑和吐槽的声音就占据了上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小米17系列的命名策略引起争议，本质上也是消费者对其高端定位的不确信所致。一些理性的评论指出，旗舰机最终拼的是硬实力和体验，不是靠名字攀比就能赢。许多网友留言劝告小米应该脚踏实地做好产品，比什么都强。在知乎等平台的讨论中，一些科技博主分析了小米近年旗舰的表现，认为与苹果在用户满意度、品控细节上仍然有差距，高端品牌形象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。也有曾经支持小米的老用户语带惋惜地说，小米这些年浮浮沉沉，高端上不去，中端又丢口碑，希望别再玩虚头了。可见小米这次名字上的跳级，非但没能让产品赢得消费者青睐，反而在用户心中拉大了与苹果的实力差距，加深了对小米好高骛远的印象。高端手机市场的争夺，除了品牌和产品力，比拼的还有价格策略和用户心理。苹果和小米在这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图景。这次 iPhone 17发布，苹果依然延续了以往定价策略，新机起售价5999元起，顶配高达17999元。长期以来，苹果产品以高价示人，但消费者普遍认为它物有所值。苹果很少对新品大幅打折，即便上市一段时间后，官方价格体系依然稳定。这种坚挺的定价策略，一方面保持了品牌的高端形象，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用户对产品价值的认可。买早了也不怕，很少降价，早买早享受。拼多多则巧妙地利用了这种用户心理，突然祭出100亿元补贴蹭 iPhone 17的热度。平时罕见降价的 iPhone 优惠1000元，引发撸羊毛热潮。不过，哪怕有渠道补贴， iPhone 17系列在拼多多上也并非随时随地都能买到，而需要限时抢券。这显示拼多多的饥饿营销更多的是为了提升自家平台的流量和形象，既增加话题度，又不致扰乱苹果整体价格体系。从用户角度看，有人戏称原本没打算这么早换机，但抵不住真香价。可见，当产品价值感足够强时，哪怕高价也阻挡不了需求，而一旦出现稍微的价格撬动，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购买力。与苹果不同，小米早期靠的是感动人心、价格厚道，从情绪上渲染产品的性价比。然而，在冲击高端过程中，小米面临一个两难：提价则丧失价格优势，不提价又难以支撑高端研发投入。近年来，小米数字系列旗舰价位一路上探，其标准版从过去2-3千提升到4-5千元区间 ，Ultra 顶配更是逼近6000元。试图以此宣示与苹果旗舰比肩的地位。然而，市场反馈相对冷淡，不少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的高价机持观望态度，倾向于等待降价或促销再入手。事实上，小米和其他国产安卓旗舰往往上市几个月内就出现价格松动，这进一步强化了用户等等看的心态。因此，他们的高端品牌溢价始终建立不起来。此次小米高调宣称17系列加量不加价，其实也是承认了价格策略上的微妙平衡，就是不能贸然再涨价，否则竞争力难及苹果。有网友调侃，
小米17加量不加价，这等于官方提前公布价格不会涨了。可见消费者普遍预期小米17系列仍然难以维持小米15的价位，不太可能定到与 iPhone 17相当的6000元档以上，否则将更难被市场接受。这也从侧面说明，小米虽然叫嚣对标，但在定价上不敢真正和苹果硬碰硬，因为品牌溢价和用户认可度还有很大的差距。iPhone 17在中国市场的热销，再次向世人展示了苹果经年累月筑起的品牌壁垒。这种壁垒不是靠1-2次营销活动建立的，而是长期的技术投入、用户满意度和生态建设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苹果每年新品虽然槽点不减，但消费者仍然用抢购和真金白银投票，因为信任已经在那里。反观小米，选择用一个17的名字去碰撞苹果，看似勇气可嘉，但更大的勇气其实在于踏踏实实夯实基本功。数字可以轻易改变，用户心智的数字却无法跳跃。要让消费者认可你是高端品牌，不是靠把自己编号提高一位这么简单，而是要让用户切身体会到你的产品值这个价。因此，小米若想真正全面对标 iPhone， 需要的是全方位的提升，技术上不惜投入，打造独有硬核实力；产品上精雕细琢，提升体验细节和品控稳定性；用户服务上与国际一流水准看齐，建立起可靠的售后和生态粘性；品牌上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价值观，塑造出让用户愿意追随的高端形象。从这些方面来看，小米手机冲刺高端市场仍旧是任重道远。正如网友所说，真正的对标不是喊出来的，而是做出来的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